这是我在波士顿拍到最喜欢的照片之一。今天的影片想带大家跟我一起踏上为期1周的波士顿之旅。这趟旅程中，我带着相机穿梭在充满历史感的街道里，看到了很多迷人的景色，当然也消耗了不少底片。邀请大家准备好你的咖啡或是早餐，跟着我一起出发吧。这是我们住的公寓一走出来看到的景色。这条街叫做 Newberry Street， 是当地有名的购物街。不过波士顿的人似乎都蛮晚起的，早上只有零星慢跑、遛狗的人，还有一些丧尸。上午先陪朋友来到码头附近的会议中心，在他进去办公的空档，我就先在附近的街区晃晃。办公结束后，我们原本决定往码头方向前进，但半路上看到一个双层巴士的售票亭，于是就冲动买了半小时后的车票，利用这半小时的空档在附近随意闲晃，也幸运地抓到一些不错的光影。这张是透过玻璃拍摄的，我很喜欢地上那些线条跟波浪状的影子，玻璃本身的反射也让画面更有层次，蛮像是双重曝光的效果。这张从车顶往下拍的视角，我觉得蛮有趣的。画面里同时塞进了上班族、老人、情侣，还有一对父女，就像是波士顿街头人群的缩影一样。后来我们还是回到了原先要去的码头绕绕，但因为时差的关系，这时候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于是第一天的探索就先暂时告一段落。第二天早上，我们决定先来一场学术的洗礼。来到了我的母校——哈佛大学。这张看起来像火灾现场，但其实只是楼上的烤肉店在烤东西。当下觉得这个浓烟跟阳伞的影子在构图上有左右互相平衡的感觉，所以拍了下来。
到目前为止，我都是用 Kodak Gold 200来拍，但这次我也带了一卷 Lucky 200，听说它的红色表现特别显著，想试试看用在波士顿的红砖建筑上效果会如何。逛完哈佛，当然就是接着看 MIT。身为台湾人，对这个缩写一定不陌生。毕竟大家都知道 MIT 就是 Made in Thailand。这边我原本是想用门上玻璃窗的框架去带出右边在椅子上坐着的女生，但看起来效果没有很明显。我的班尼迪克蛋，你的是什么？burrito， 我是那个什么 breakfast burrito Sunday， 然后加上 home fry， 还有这个也是 ranch 嘛，哦，还有 lemonade，pink lemonade， 还可以再加一点洋葱汤。吃完午餐后，我们回到市中心的基督教科学广场。波士顿散布着许多这种非常古典的教堂，旁边却紧贴着满满玻璃帷幕的商业大楼。这种新旧混合的市景，意外的一点都不违和。虽然不是第一次来美国，不过每次都会被他们开放的文化给吓到。这个中年大叔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上衣都脱了，直接在草地上躺平。不久后来了一个年轻人，也有样学样，但他可能比较害羞，衣服都没有脱。晚上来到里维尔海滩，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这块复古的大钟。听说早期是为了提醒游客准时归还泳衣而设立的，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打卡景点。You're like a song that I sing in the morning on a perfect holiday. You're like the warmth of the sun on my skin when clouds look gray. You're like the joy of a trip that's coming to a place with ocean view. You're like an old familiar friend when all is new.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一对老夫妻坐在海滩上静静地看海，两人的椅子上都挂着美国国旗花纹的毛巾，就是怎么说，很 American。On a first summer day, you're like the scent of coffee brewing in the morning. You like the crowd. 这张我也蛮喜欢的，建筑物在阳光照射下，在海滩上形成一格一格的光影。刚好这一格里面放着海滩垫跟一颗排球，有一种夏日海滩风情。隔天一早，我们前往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它的中庭有拱门回廊环绕，正中间有喷水池跟雕像。这种罗马风格的建筑真的很美。
最有名的悲凑阅读室里，是真的有不少民众在阅读，里面安静的程度大概是掉一根针都听得到，害我连按快门跟过片的声音都生怕会吵到人。蛮幸运的，这次来波士顿天气都很好，公共花园里充满了来晒太阳的游客，连鸭子也出来散步了。The sound of a kiss we stole from the night, the soft rushing heartbeats of love at first sight. Perfume is drifting in the cool breeze, dance of two hands, eager to meet. 等了一段时间，拍到了2只鸭子同时屁股朝天的样子，我觉得很可爱。Cause kisses and heartbeats don't know how to lie. They're watered with tears and bloom in the night. Kisses and heartbeats don't know how to lie. And how to lie, and how to lie, and how to lie, oh no. How to lie, and how to lie, oh no. So let's take a step in this first dance of kisses and heartbeats, embracing by chance. Because maybe fate is too much of the world, just two random passengers caught in a whirl. A kiss and two heartbeats entwined in a curve. 下午搭乘地铁到唐人街寻找家乡的感觉。这一区的建筑物跟市中心比起来老旧了许多，但我反而更喜欢，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这趟拍下来，我发现在街拍的时候，美国人跟镜头互动的比例真的比在亚洲多很多。这个直接把车停在路边卖菜的阿伯真的超酷，只有唐人街才看得到这种景象。这应该是我在唐人街拍到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斑驳的红砖建筑跟五颜六色的中文广告招牌，再加上忧郁望向远方的餐厅员工大叔，简直就是波士顿唐人街的完美缩影吧。
边摆摊，但这家更厉害，直接把建筑外墙当成自己的展示柜。左边还有那种像是老旧电梯的伸缩铁门，上面也挂满了商品，很会利用空间。第4天，我们决定来场文艺复兴之旅。首先是来到伊莎贝拉加纳博物馆，馆内所有的艺术品全都是伊莎贝拉的私人收藏。逛完真的会让人不禁赞叹，有钱真好。You don't know that much about me, it seems. Don't try to fix me. I'm not a heart that is missing a certain part. Are you listening to me? Just sing me a song like nothing is wrong, and you will make. 离开后走路大概10分钟就会到 MFA 波士顿美术馆。跟刚刚的私人收藏比起来，这里的规模跟展品完全是另一个等级，大到有点逛不完。No, I'm not really the type to let my guard down. I heard everybody that gets close, but I'm hoping that I won't with you this time around. 这是我逛下来最喜欢的一件艺术品。作者透过一个空荡的展示架与不存在的展品，深刻反讽了现代艺术的空洞本质，真是发人深省。波士顿因为紧邻海洋保护区，是东岸的赏鲸圣地，据说每年的5到10月都蛮容易看到鲸鱼的。于是我们满怀期待地从 Long Wharf 码头搭上渡轮，出发取经。花了$90的门票，吹了2个小时的海风，然后这是我们看到的鲸鱼。随着在波士顿的日子来到尾声，我决定再用步行的方式把附近的街道慢慢的走一遍，看看有没有哪个漏掉的角落。这一区叫灯塔山，因为建筑盖在山坡上，形成了这种陡峭的街道。这里的房子跟市中心比起来更整齐划一，据说算是当地的高级住宅区。
我很喜欢这个老太太的中型帽跟她的彩色条纹衬衫，跟周遭的红砖建筑搭在一起很好看。但可惜我用的镜头是35mm，怕被当成怪人，只好远远的偷拍。可能还是要靠近一点会比较有张力。下午，我们去吃了一家很有名的 Regina Pizzeria， 位在波士顿的小意大利区。听说这里是波士顿最古老的住宅区，也是意式美食的大本营。我很喜欢它的店面，好像从1926年开始营业后，就一直保持的原样。这是第6天我最满意的一张，画面中有波士顿经典的老城区街头风貌，建筑物向中间延伸的透视感也很强烈，加上左侧边走边抽烟的大叔，让画面多一种真实又有点粗糙的生活感。这是我在路边偶然发现的一间洗衣店，欧式的遮阳棚跟漆成酒红色的墙面，像是在一幅油画里面才会看到的建筑。最后回到市中心，相机里还剩下几张底片。我试着绕进建筑物之间的后巷。相比于外面光鲜亮丽的街道，这种比较粗糙、真实的背面，我觉得也有它独特的魅力。'Cause I can see your feet up, drifting away, making, despite our aching legs. 'Cause I know that you're here, and here you will stay. 为期1周的旅程也在这边告一段落。我对这次的收获还蛮满意的。从最华丽的博物馆到富有粗糙生命力的唐人街，这座城市给我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瞬间。虽然因为只待了1个礼拜，波士顿还有很多更深处的地方没有探索到，但也许哪一天还会再回到这里吧。'Cause I know that you are here. 感谢看到这边的各位，希望你们都喜欢这次的内容。我们下次见。